大家好，我是温，我是 Molly。我们在2025上半年短短的3个月就去了2趟的首尔，没错，所以我们累积了蛮多的心得跟攻略，想要分享给大家。今天就把大家最好奇、最常问的问题整理成一部终极懒人包。我们会把想要介绍的内容呢分成这几个章节，分享给大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首先是行前准备的部分。那现在韩国有需要去办签证吗？台湾的话目前是免签证的哟。那我们还有需要去申请 KETA 吗？ KETA 是什么？ KETA 的话是针对免签证的国家的旅客，还是需要在线上填写一些内容。韩国为了促进观光，截至2025年底，我们都不用再去填写。还有一个叫做 Q-Code 的检疫资讯输入系统。那就是因为之前疫情的关系，目前因为疫情也比较没了，所以现在也是不需要再做填写的。再来是提前申请 Smart Pass， 那要怎么提前申请？ Smart Pass 的话呢，要提醒一下，它是在首尔的仁川机场出境的部分专用的。因为仁川机场它的那个运输量比较多，人比较多，所以开放了这个比较便利的系统。那我们可以事先在台湾下载他们的 App， 然后用我们的护照去申请这样子。到你在韩国要回台湾的时候，我们再去做这个机票补登的动作，你就可以快速的出境。那我们会在下一个环节提到，那可以先把它申请起来哦。再来是网络的解决方案，在 eSIM 跟 WiFi 机还有实体 SIM 卡，我们都使用哪一种呢？我们这2次旅行都是使用 eSIM， 因为就是不用换实体的卡片，就是很方便。那如果你是有需要用电话预约店家的需求，你也可以选购有副门号的 eSIM 或 SIM 卡来使用哦。我觉得是先不用特别去选门号的啦，有一些 App 它还是可以去做线上定位，其实也蛮方便的。那再来是天气跟穿搭的部分，我们2个在今年的3月跟6月的时候去过韩国。那在3月的时候，它的平均气温其实都低于10度以下，然后甚至有时候会到0度左右。所以就是带着你在台湾的寒流来的时候会穿的那些衣服去韩国就对了。因为我们在3月的时候有碰到下雪，很难得哦。那个时候真的蛮冷的，所以要记得穿长袖，然后带外套。那在6月的部分，它是早晚会比较凉，然后中午比较热一点，所以会建议要随身携带一件薄长袖会比较好。就跟台湾的3、4月天气其实差不多，蛮凉爽，不流汗。再来的话是电压跟一些行动电源的相关规范。韩国使用的电压是220伏特，在我们的影片里面其实很常提到要去检查一下他们的插座长什么样子。有一些饭店他们会提供那种万用插座，就是可以直接使用台湾的插头，但也有一些比较 local 的啊，他们其实就是只有韩国这种圆形的小插座，所以你一定要记得去带那个转接头，会比较方便。那如果你没有带的话，听说韩国大创也有，但是我们还没逛过大创。再来的话是行动电源的部分，那大家也知道，目前韩国针对行动电源是比较严格的，所以有些注意事项你们要记得。第一个是行动电源只能手提，不能托运。手提的部分也有一些规范哦，它不能放在我们座位上面的行李舱，要放在座位的下方，就是前排下方的部分。然后不能在飞行的过程之中去进行充电，被看到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问题哦。然后一些韩国的航空，他们会针对你的行动电源的容量限制的标示有一定的规范，详细规范我们就列在这一边。如果你的行动电源其实是外壳没有这些规范的话，也会有一点问题，所以你的行动电源可能会被丢掉。去进行报到的时候，建议还是把你的行动电源包在一个透明的夹链袋里面，因为他们也有可能会检查这个环节。好，然后就到了我们即将要去韩国的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可以先在你出国前的72小时之内，先去申办电子入境卡，它会开放你的航班资讯去填写这个电子入境卡的部分。网址的话，我们会列在下面的资讯栏。那如果你没有填写的话呢，有另外一个方式是写纸本的。那纸本的话呢，飞机上面空姐其实会在航行的过程之中发给你。如果你连在这个环节也没有去写的话呢，你一样在下飞机之后再进行那个入境大厅的地方，对，也有纸本的入境卡可以填写，然后还有中文的卡片，但是填写内容记得是要填写英文或者是韩文。提醒大家，就是你一定要把你的饭店资讯，就是电话、地址那些留存一份在你的手机里面，因为到时候入境卡资讯会需要填写。没错，如果你那时候还没有网络的话，就很麻烦。那如果你连电子入境卡连懒得填，然后你连纸本也不想填的话，有一个非常方便的机制叫做 SES。
那什么是 SES 呢？它就是自动通关系统，它是需要在韩国当地申办的。那比较多人是在机场去做申办，像我们这一种是深夜抵达机场的话，那些柜都关了。我们也有分享过要如何在首尔车站里面申办，详情的话可以点选上方的影片连结。那刚刚提到 Smart Pass 呢，它的功能是让旅客在出境的时候，只需要透过刷脸的方式，就不用再拿出你的护照还有登机证。因为仁川机场有大量排队的出境的需求，对，所以他们就提供了这个方便的服务。如图片所示就是在你的出境口的旁边有一个橘色的这个标识，你就可以直接扫脸，不用在那边苦苦的排队这样子。如何在出境前拿到登机证之后呢，去做这个扫描的部分？影片如下。大家好啊，我们现在在仁川机场等登机，我们现在要用 Smart Pass。今天主要就是我们要使用第二步骤登机牌登记。首先我们就来打开 Smart Pass， 还要记得先注册哦，然后点选备案，然后点选你的名字之后呢，就用登机牌登记。然后因为我们是条码，所以我们就直接来扫条码。扫到啦，那之后我们就用查看，然后就完成了。非常的方便哦，各位。Smart Pass 在仁川机场的出境闸门部分呢，1行跟2行都有相对应的位置，那我们就把图片放在这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如果你是很常来韩国玩的人呢，2个都给它申办起来。再来的话，进到交通的环节，那交通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哦。首先，我们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从机场到市区有哪一些方式。第一个的话就是机场快线，那第二个的话是机场巴士，那第三个就是计程车或包车的服务。机场快线的话呢，它有分直达列车跟普通列车。那直达的话就是你从仁川机场1行2行，你可以直接到首尔车站。那普通列车的话就是各停的一些站点这样子。车程跟票价的部分列在这边。搭直达跟普通好像只差了10分多钟而已哦，那也没有差很多对，但票价差很多哦，大家自己取舍一下。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一定是搭普通。对，因为我们是小资代表。那机场巴士的话呢，从我们这次经验，你到仁川机场出去之后呢，会有很多的自助售票机。先在网络上查好你想要去的路线号，然后直接点那个售票机去购买，然后去大厅外面等车来上车，其实也蛮方便的哦。我们也有提供在这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价格的话，基本上是15000到18000韩币。机场快线还有开的情况之下，其实机场快线还是比较方便的选项，也比较便宜。但我们这2次是深夜抵达的状况。没错，所以没有机场快线这个选项，我们只能搭深夜巴士。那这2个你都不要，你想要尊贵级的服务的话呢，你就可以考虑机场接送，或者是叫计程车。但这2个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其实是很可怕啦。对，除非你人很多啊，如果你人很多，那就可以包一台车。对，但像因为我们只有2个人的话，那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比较昂贵的选择。还有一个选项是，如果你不是在仁川机场的话，你是在金浦机场，其实也有地铁可以搭，就是一般的搭捷运搭地铁这个方式也提供给大家。那都到了市区之后开始玩了嘛，那就一定遇到交通的部分。交通的话有很多大众运输可以搭，第一个就是地铁，再来的话是公车。那如果你是高级玩家的话，计程车也可以去选择。如果你是使用地铁或公车去观光啊，搭乘大众运输的话呢，你就会遇到交通卡的选择。所以下一个问题是交通卡如何去做挑选？那他们的交通卡其实很多像大家有听到的 T-Money、World Pass， 还有一个叫 Namane 的这个卡，然后还有一个是首尔专用的气候同行卡。那首先是 T-Money， 它的优点的话呢是全韩国的通用，它并不局限在首尔，它可以去进行大众运输的搭乘，或者是一些便利商店，你也可以直接刷卡，或者是一些有特约的店家，你也可以直接用 T-Money 去进行付款，你也可以在便利商店去进行储值，地铁站也可以去储值，这样子基本上就是你把它想象成台湾的悠游卡就可以了。就它普及度很高，可以小额支付，又可以当交通卡使用。那它的缺点的话呢，就是因为我们是外国人，所以我们只能使用韩元现金去进行储值。所以它适合的人呢，就是你很常来韩国玩，然后不局限在首尔，就是其他县市都去玩的话呢，你就可以使用 T-Money 来进行你的大众运输的卡片的选择。再来的话是 World Pass，World Pass 的话呢是专对国外旅客设计的 All-in-One 的卡片的组合，它可以视为一张韩国的当地的签章金融卡去做使用。然后有蛮多的店家可能是需要去做转账的，那 World Pass 就可以拿出来用了。它有专门的 App， 可以直接在他们的 App 里面去进行线上换汇，就直接转到你的 World Pass 的这个账户里面，然后你可以去进行提领手续费是一次是1000韩元。然后也可以在里面去进行查余额啊，或你的消费记录。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是蛮方便的一张卡。刚刚提到那些交通啊 ，World Pass 其实也有绑 T-Money 的这个功能，所以 World Pass 是可以拿来搭乘这些大众运
输的。然后它卡片本身是5000韩元，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刚刚提到那个 Worldpace 本身的余额，它不是 T-Money， 它没有共用。那 Namoney 的话，它主打的是高度客制化，就是可以把你喜欢的一些照片啊、偶像的图片啊，就是印制在卡片上面。你可以把我的照片印制在卡片上。它除了这个客制化的这个界面以外呢，它的储值也是蛮弹性的，你可以直接用 App 去进行海外信用卡储值的部分，它一样可以作为一个签账卡，在其他的店家去进行刷卡消费，就跟 Worldpace 一模一样。那它缺点的部分跟 Worldpace 一样就是你的账户的余额跟 T-Money 的余额是分开来，你可以直接在 App 去进行这个转到你 T-Money 的这个部分。但因为我们没使用过，所以不晓得它的手续是怎么样子。然后再来的话是它的卡片费用比较高，它的制卡费用的话是7000韩币。但如果你真的有这个需求的话，这个金额其实也还好啦。然后再来是它的实体机台好像比较少，因为Worldpace大家很常看到嘛，但Namoney的机台相对比较少，所以你要使用到一些实体功能的话，就可能比较难找到。然后第4个卡呢是在首尔限定使用的那就是气候同行卡。那气候同行卡呢，我们那边人很推，对我们最爱用的交通卡，直接在韩国的超商去购买气候同行卡。那除了超商以外，他们也有旅客中心可以去购买。我们之前也有介绍过如何在便利商店购买，也一样贴在我们这个链接上面。我们是去 CU 进行购买的。卡片的话，一张卡是3000韩币。在加值的部分呢，你可能要到地铁站去进行加值，然后它是用现金储值，它有分什么1日券、2日、3日、5日、7日。然后我们上次查了一下，大概你单程去搭地铁或者是公车一趟可能是1500。如果你是单天去多次大众运输的搭乘的话呢，非常的划算。但它的缺点只有一个，我觉得啦，就是你只能在首尔市内使用。一样的缺点就是你不能从仁川机场用气候同行卡抵达首尔市区。但他们目前的话呢，有针对这个观光需求，是你可以从首尔市区搭乘地铁到仁川机场。但我觉得这个已经很方便了，因为像我们这2次都是在弘大站直接刷气候同行卡，然后搭回去仁川机场这样子，就省去了这笔钱。所以我们还是比较推气候同行卡啦。在首尔玩的话，这张卡我觉得还是最方便的，因为很划算。在公车的部分，你只需要认明它的标示，就是如果那台公车是可以使用气候同行卡的话，它会贴在它的车上，有一个很像无限符号的标示。那选完卡别之后呢，就是我们要怎么去实际应用？你可能有些景点你有收藏或是你想要去的。那韩国的话呢，比较广泛使用的就是 Naver Map 或者是 Kakao Map。那我们是使用 Naver Map， 所以我们用 Naver Map 跟大家介绍这样子。那 Naver Map 它目前是有中文版本跟英文版本的，所以如果你不会韩文的话，也可以切换语系的。但是在输入景点的时候，好像还是得用韩文输入，对，才会是最准的。你可以先找到你想要去的店家，然后把它复制起来，然后用 Naver Map 去注册它的账号，然后把这些景点存下来，就比较方便你去快速的查询。韩国到底能不能用 Google Map 呢？其实可以，就跟刚刚提到的一样，如果你是在网络上已经查好一些景点了，然后 Google Map 你也查得到的话，你也可以用 Google Map。但 Google Map 在韩国不能使用的状况就是它不能导航。我们有实测过，你在韩国去进行导航的话，徒步路线呢，它会直接跟你说找不到路线，然后明明就是在旁边而已，也找不到。所以导航的部分可能还是得靠 Naver Map。那一样你可以透过 Naver Map 输入你要去的地方之后，它就会给你一些徒步路线或者是大众运输的搭乘。那大众运输当然就是分地铁跟公车啦，有点类似画面上这样子。那如何去搭乘地铁跟公车呢？搭乘公车呢，在我们之前的影片也有提过，那我们会列在上面。那地铁的部分的话呢，我们就直接附上影片。等车的时间来教大家怎么看一下 Naver Map。像我们现在要去汉南洞，所以我们就导到目的地之后，它这边就会有最佳路线。点进去之后，它就会说，如果你是要搭地铁的话，6号线是要往哪个方向？这边就会写我们是要往药水站方面的。通常上面都会写说，它是哪一个站。那就往这个方向去看就可以了。因为韩国的地铁站不像台湾同一个月台可以两边互相搭乘，通常他们就是反方向是要跑到对面去的，所以在搭之前除了要看你是搭几号线的地铁，你还要看它是往哪个方向，不然你就要走到对面去。在韩国要怎么叫车，还有推荐什么样的 app 呢？其实你可以使用 Uber 或者是 Kakao Taxi。那我自己最常使用的是 Uber。我使用 Uber 不使用 Kakao Taxi 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 Uber 的界面比较外国人友善一点。Kakao Taxi 的话呢，它是要去申请 Kakao 的账号，然后去绑海外信用卡这样子。
那我们这2次去韩国也有使用，因为我们之前有申办过。然后现在好像有一个新的是专门为外国旅客的 app， 叫做 K-Ride， 也一样是 Kakao 的公司开发出来的内容。那它的优势就是你不用使用韩国手机注册，然后你不需要 Kakao 的账号，可以使用中文版，所以大家可以去下载来试试看哦。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下一章食宿玩乐篇，那我们要跟你们分享住哪里最方便呢？首尔的话，大家最推的就是3个部分。第一个地方是弘大，然后跟东大门，还有明洞。以上是我们的观点。明洞的话呢，它地点是最方便的，因为它有地铁，4号线的话是明洞站，然后2号线是乙支路路口站，它就算是在首尔的中间吧，你可以这样子去搭乘，其实蛮方便。然后还有一个优势是，大家应该很常听到明洞大使馆，听说那边是汇率最好的，但我们是觉得说韩国其实是一个刷卡比现金更方便的国家，所以我们其实基本上没换多少钱。如果你是小额去换汇的话，我觉得你到哪里去换好像都还好，对，都差不多，只要在韩国本地换就好了，就不用收手续费。除非你真的要换大额，才需要特别找一个汇率比较好的换汇馆。然后，如果你是一个很爱逛街，就是逛那一些大品牌的人呢，明洞一定也是你最好的好朋友了。因为明洞那一条街上有各式各样的旗舰店，逛起来很方便。你只要买完之后好累哦，不想提的话，你就快点走回去你的饭店放就可以，不用在那边跟人家搭地铁。那它的缺点的话呢，就是刚提到的，它很方便，所以它的房价普遍上都比较高，比较适合你第一次来首尔，然后对于交通比较担心的，你就可以到明洞这样。还有很爱逛街的人，没错。那第2个点呢是东大门，它就是深夜购物的好伙伴啦。你是比较喜欢逛那种批发的那些内容啊，你可以直接到东大门那边住，那个就很好逛。然后我觉得它的交通其实也蛮便利的。我们这次去住东大门，就是在东大门站跟东大门历史文化公园站，就有很多的线你可以去搭，然后走路其实都蛮近的。那它的缺点的话呢，就是刚刚提到，如果你不是比较爱好逛那种批发市场的话呢，其实那边相对来说会比较无聊一点。以上是个人观感。没错。第3个地方的话是弘大。那弘大的话呢，它的优点就是它要往机场的话是最直接性的。什么叫直接性呢？就是弘大站可以直接搭到仁川机场，不用像其他2个地方，你可能要到首尔车站再转乘。再来的话呢，美食很多，因为它有点像是台大师大商圈那样子的概念吧，学生聚集了很多，所以有很多平价的美食啊，然后东西都很好吃。然后因为提到学生，所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夜生活，因为很多的酒吧或者是夜店这样，晚上很热闹。它的缺点的部分就是因为弘大的话，它偏向于在西侧，有一些比较知名的地方，像东大门跟明洞都偏向于在东边的部分，所以你要搭乘地铁到那些景点的话呢，通常会搭比较久。对，远一点点。我们是觉得还好啦，因为搭地铁的话，其实1个多小时就到了。以上的话呢，我们的推荐顺序是弘大、东大门，再来才是明洞，因为弘大其实很便宜啊。它的住宿价格应该是这3个点里面比较低的。因为我们主要是喜欢吃东西，所以在弘大那边得到了很多的收获。延南洞是我们这2趟下来最喜欢的首尔的地方。对，所以我们私心推荐弘大。然后要额外提醒一下啊，如果跟我们一样是深夜到机场的话，不管在哪个国家都一样，你选的饭店一定要记得24小时的入住柜台，这样才会最安心。那在韩国餐厅我们要怎么点餐还有结账呢？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都还是拿菜单在桌边跟店员点餐，或门口会设有自助点餐机。那其实在韩国的店家有很多，它是在座位上就有自助点餐机，然后你点餐完以后，你甚至就直接可以在那台机器上面刷卡。那还有一些店家呢，可能是用扫 QR code 的方式，或者是还有很潮的，我们这次也有遇到，就是用 NFC 感应去看 menu， 然后进行点餐。结账方式的话，大部分其实还是柜台结账居多，然后他们的信用卡使用比率真的很高。基本上我们去店家里面吃饭没有付现过，几乎没有。当然，大家如果很怕，就是你真的没有太多的现金，然后你想吃的话呢，一开始进去你可以先询问店家，然后你不用很认真的喊我，你直接跟他讲 card OK， 那就可以了。那他应该就跟你说 OK， 那就可以进去里面快乐的吃饭了这样。然后提到吃东西的话，如果你不是跟我们一样是2人以上去出游，如果你是自己独旅的话呢，因为韩国其实之前啊，店家都比较不接受你自己一个人吃饭，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店家有开放了。那如果你是想要去查询有哪些餐厅可以一个人进去吃饭的话呢，你可以在 Naver Map 上面去打 Homebot，就是一个人吃饭，你就列出这些店家，如果你有兴趣就可以去用餐。那再来的话是大家在韩国很常会想要去叫外送，有哪一些方法是可以不会韩文也可以叫外送的方式呢？最直接性的方式是请饭店的人
帮你打电话。对。那第二个，如果你是那种会害羞的人呢，你可以用他们的 app 的话有蛮多的，还有一个叫做外送的民族，然后还有一个熊猫外卖。这一些的话呢，目前在韩国其实也不用特别去使用韩国电话，也可以直接去下单。但好像有一个非常方便的 app 叫做 Creatrip， 可以用中文直接叫外送。但因为我们这2次其实都吃太饱，所以我们没有特别叫外送过，我们下次会试试看。对，所以有使用过的人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区分享给我们使用经验。那再来是逛街的部分啊，大家应该有自己喜欢的一些品牌啊，或者是想要逛的店家，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但我想要分享一下，大家去韩国最常去的一间店就是 Olivia。那 Olivia 的话呢，就有点像是我们的那种屈臣氏跟康是美的再升级版。对，就是它卖更多的东西。这边跟大家推荐一下，他们也有他们的促销活动。他们有分好几种促销，第一个是他们的季节性的促销，每年会固定举办4次。那通常是落在3月、6月、9月、12月的月初会办，那大概都是1周左右这样。今年2025年的部分的话呢，我们就列在这边给大家参考。那通常它就是折扣力度最大，然后还有一个特别性的活动是黑色星期五，他们是在每年的11月去举办，算是年底的促销之一，也是一个可以关注的一个时间段。那还有一个优惠时间是 Olivia 的会员日这样子，通常是落在每月的25到27号，那它就不会像那种大促就是折扣那么多。如果你的韩国行程不是搭配在这个大促的时间段的话，也是可以参考哦。那再来是消费支付方式，刚刚有提到了一个问题是在韩国到底是现金还是刷卡方便，然后我们到底要带多少钱去呢？一样刚刚有提到，我们认为韩国是一个刷卡比付现更方便的国家。我们唯一有用到现金的地方就是那种外面的摊贩，还有气候通勤卡的价值。所以像我们第2次的首尔旅行，我们其实只换了台币1000块的韩元而已。那如果你是那一种比较害怕，还是就多背一点现金的人呢？我觉得一样以你的旅行天数，你1天就带个1000块，很多很多。我说会怕的人，但我们就是去过几次之后，觉得 OK， 好，我大概知道我要抓多少量，就会分享给大家。如果你是需要进行交通卡加值的话，你可以先查一下你的交通卡要加多少钱，然后带那个台币，然后换成韩元之后，再去地铁站或者是便利商店储值，然后再备个几张2-3千块台币吧，就够了。5天到1个礼拜的旅行，应该就带这些钱就可以了，基本上都可以直接透过刷卡去处理掉。然后一样刷卡的部分的话呢，如果店员有问，或者是你自己有稍微留意到的话，记得使用韩元去进行结账，以免被多收一些汇差这样。然后再来的话是选择信用卡的部分，那其实信用卡你能刷就可以刷，但你一样可以选择一些回馈比较多的，因为海外手续费都有1.5%的扣除的部分，所以你应该要选择高于这个的。那市面上有蛮多的卡片可以去选择，就依你的喜好去选咯。没错，那再来的话是行动支付的部分。如果你有 Apple Pay， 甚至是你想用 Line Pay， 到底要怎么使用呢？ Apple Pay 的话，在2023年开始，就是韩国已经可以去使用，只要你有看到店家的前面有贴那个 Apple Pay 的那个标志，就可以直接使用 Apple Pay 付款。那再来的话是台湾人很常用的 Line Pay， 在韩国可以，但其实不太常见。大家可以到 Line 的 App 里面，它有一个游韩专区，游韩专区这一边它有介绍要怎么去在韩国刷 Line Pay， 还有哪些店家可以使用。以我们的经验的话呢，我们很常在 CU 去进行 Line Pay 的支付，他们还会搭配上一些 Line Pay 的专属回馈活动，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多去这个地方看一下。然后其他的电子支付的话，什么 Naver Pay、Kakao Pay 这一些的，我们都不能用，因为它是需要韩国的实名验证。所以如果你在韩国看到一些 Campion这种东西的话呢，我们都不能用。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大部分都用信用卡支付就可以了。如果你想要赚 Line Pay 的回馈的话，就去看一下那个游韩专区。那再来就来到了退税的环节啦。那在这边我想要先解释一下免税跟退税的差别。免税的话，店家呢通常它的商品标价直接就是扣完税的最终价格，但它出现的地方其实就是免税店，像什么新世界啊、乐天啊这一种大型市区免税店，或者是你在机场那边一定都是免税的。除了这些以外，其实基本上应该就是走另外一条路，也就是退税。退税 tax refund 的话呢，他们的标价就是含税价，那他们最后退完税的那个价格的话，要是透过另外一道手续，然后把税金退还给你。那在退税的部分有分成2种，一种是即时退税，另外一种就是事后的退税。那即时退税的话，你在刷卡的当下，店家就是你帮你刷退完税的金额了。现场即时退税的话呢，就是像 Olivia 这种店家，他可能会请你出示你的护照，那代表说他会帮你办退税，帮你处理完之后呢，你就会拿到一张叫做 Immediate Tax Refund 这一张单子，那代表说他已经帮你退完了。那事后
后退税的部分，不是这种现场直接帮你退税的店家呢，他会给你一张退税单。那这个退税单的话呢，你就要自己到机台去，或者是那个柜台去进行退税这样子。常见的就是市区退税跟机场退税。市区退税的话呢，他们有一台机器可以自己去扫你的护照，还有那个退税单。他们有很多的机台是可以直接使用信用卡退税的，可以不用拿现金回来，可以直接扣在你信用卡里面。那市区退税有一些的限制，就是你去办完市区退税之后，有蛮多的网友分享，你还是要到机场的柜台再去刷一次，因为如果是现金退的话呢，它会预扣你的信用卡的1.1倍的这个金额当做一个预扣金。如果你没有去机场那边去进行这个补刷的部分的话呢，你就会被多扣那些钱。所以其实我们两个比较推直接去机场退税。对，但因为机场只能领取现金或是退到支付宝，台湾的旅客应该大部分会使用退现金的部分。但是我觉得这样是最保险，也是最安全的。因为如果你到市区刷完之后，你还在那边提心吊胆到底要不要刷机场的话，我觉得就直接到机场刷一刷就可以。机场退税的话呢，我们也有操作过，详细的教学影片呢，我们会放在我们下方的资讯栏。韩国的退税金额低标其实很低哦，15000韩元就可以退了。上限的话，大家留意一下，如果你的金额其实蛮大的，然后你退完税的那一笔单笔的税金是超过75000韩元的，你就要在机场去进行海关申报。但如果你是医美项目的话呢，是不用进行海关申报的哟。那最后一个环节的话呢，就是实用的一些额外的补充，有一些必备的 App 推荐，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地图的部分有 Naver Map， 还有 Kakao Map， 还有一个叫做韩朝地铁的，也蛮多的中文旅客使用的，就是你可以用中文去搜寻那些地铁站，你要怎么搭乘这样子。哦，那这样就蛮实用的。没错，然后还有一个很常用的翻译软体叫 Papago。那 Papago 的话，就是你可以输入中文，或者是你直接拍照，然后从韩文帮你翻译成中文，所以你可以直接跟店家进行沟通，或者是查你想要的内容。然后还有一个是，如果你是想要去一些餐厅定位的话呢，你可以下载 Cash Table 的国际版，那你就可以在上面去预约你要的店家，或者是当天，因为他们 Cash Table 都有那个现场后位的那个机器可以去点，你可以直接在网络先去预约当天的，就不用在那边跟人家预约完然后等排队这样子。再来的话是厕所跟垃圾桶好找吗？其实结论是不好找，所以通常我们都是到餐厅去解决上厕所的问题。如果你是在户外的话，他们外面是没有垃圾桶的，直接到地铁站去丢垃圾或上厕所就好了。那进地铁站这件事情呢，我们一样回到我们很推气候通行卡，因为它是当天无限搭乘，所以你可以刷了去上厕所，然后再出来，就不用钱了。那提到厕所，我有一个小趣事要分享，就是韩国好像很多的厕所不是放在店家里面，他们是需要到外面，就是楼梯口或者什么，他们有一个厕所，反正就是在他们店的外面。没错，所以因为是在店外面，所以他们有另外一个蛮麻烦的地方是你要输入密码，所以你可能要跟店家要他们的密码，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那最后的话是额外的 Q&A 的部分，那我们就针对韩国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首先的话，你有推荐的美食吗？我第一推荐的就是我们去吃的山青烤肉，那个真的会想让人再回访。没错，烤猪肉真的很好吃。那我推的话就是水芹菜烤肉，其实也是蛮好吃的。我觉得韩国大家来的话，就是一定要去吃一看烤肉。烤肉是一个大家都可以吃，然后真的很好吃的一个选择。他们真的很会烤肉。然后再来是有一些网友有询问，就是怎么会韩文，还有人问怎么会日文。其实我不知道我们大家会问我为什么会日文，可是看到那个上一次的对Nakopse那边的影片吧，但我日文只会基本的5C那里啦。韩文的话，就是我之前小时候大概国中的时候有自己学过，自学，真的是自学。因为那时候会玩电脑游戏嘛，然后那时候有一款游戏叫做 Luna Online， 然后它那个广告就是韩国的姐姐们唱的歌，就是想知道他们在唱什么。就这样。对，然后就去学了韩文的那些基本的子音母音这样子，就为了看他们到底在唱什么。然后就学到1-2年之后吧，就没有再学，后续就是看一些韩剧、韩综去补一下那个知识量，然后就去韩国玩了。再来的话是有人有问过说，不会韩文的话，可不可以在韩国轻松的玩？那这一点我们可能没办法回答，因为我会一点韩文。但我觉得有那个 Papago 那个 APP 应该可以帮助大家解决蛮多语言上面的问题。只要参考我们的影片，做好一些行前攻略准备的话，其实去韩国是非常 OK 的哦。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有人问韩国好玩吗？对，那这个问题就是蛮挑战的一个问题哦。在首尔的话，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美食。那以我们两个来说，我们两个都不是很喜欢逛街。说真的，真的不是很喜欢逛街。我们两个也算是去国外玩，就那个逛街的欲望会突然大增的那种。所以在逛街的部分，其实我们也是逛得还蛮开心的啦。但如果你是比较偏那种景点啊、
风景拍的就可能会对于首尔是有一点点的抗拒，没错的。但我下一次可能会去釜山、济州岛去玩玩看，那可能就推荐更不一样的韩国的面貌给大家。那如果是说首尔好不好玩的话，我们当然觉得好玩啦，就觉得还不错。对，好吃。然后其实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会讲韩文的关系，所以大家还没有人情味。好，那以上就是我们的韩国首尔的心得攻略分享啦。希望这一些介绍对大家都有帮助。如果还有什么想要询问我们的问题，或者是我们没有解答到的，想多了解的，那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那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喽，拜拜。